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高中同学婚礼上，同座的昔日同学都觉得我还是学校里那个穷得连校服都买不起的贫困生，剽窃我创意，害我没能进入心仪学校的富家女，挽着我当年暗恋的男生，高高在上的恩赐我去他们公司洗厕所。我看着手机里秘书发来的消息，勾唇一笑，你们公司？现在那是我的公司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受邀在9月20号参加我高中同学的婚礼，他们不知道从哪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打电话嬉皮笑脸的让我一定要去。云瑶，这么多年没见，大家都挺想你的，知道你的家庭条件，份子钱就不必了，你人到场给个祝福就行，到时候婚宴吃剩下的我都给你打包，你带回去热热又是好几顿，一定要来哈。婚礼地址是我们市中心最豪华的酒店，云端大酒店5楼，这样贵的免费蹭饭机会，你可别浪费。我知道免费蹭饭是假，他们是想继续看我笑话。自从高中的那次比赛，我被赶回了家，直到现在，他们都再没有见过我。如今又是谁心血来潮，想把我叫去当乐子看呢？很可惜，他们要失望了。我冷笑，随即打了通电话。9月20日，云端5楼的那场婚宴，他们要什么，你给什么。凡是他们要求的，都给我上最好最贵的。9月20号，云端大酒店5层，我处理好隔壁餐厅的事务，早早开车过来。一下电梯，婚宴现场华丽气派，让我不禁在心里给负责操办这事的经理小王点了个赞。随着我的入座，原本喧哗热闹的酒桌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我，他们审视着我的衣着打扮，看到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寒酸土气，纷纷露出了失望的神色。最先开口的是坐我旁边的女生，也是我当年在学校的同桌董雪，目光惊奇又嫌恶，这不是我们靠捡垃圾上学的优等生吗？如今都穿得起奢侈品牌的当季流行了。我打量着在座诸人，随口回答，不知道什么当季流行，我衣柜里随手拿的，这还真不是骗他们，我衣服都是助理准备的，衣柜里有什么衣服，我确实不知。苏云瑶，别装阔了，你家里什么情况，我们还能不知道？陈雅在那边捂嘴笑，看我的眼神里满是鄙夷。她高中仗着自己家里有点小钱，没少和其他人欺负我，现在自然不能看我得意，嘲讽起我家穷。我的衣服肯定是租的，或者是山寨的大牌。我把玩着刚到手的翡翠串珠，一件普通衣服而已，有什么好装阔的？这话大气啊，3万的衣服都不当回事。那你份子钱给了多少？说出来吓吓我们呗。说话的是周杰，以前班级里最喜欢欺负女生的家伙，他一身不太合体的西装，梳着大背头，看起来像推销或卖保险的。他没给，我看着他厚脸皮直接过来了，勾着周杰肩膀。搭话的是王毅，这小子长得人模狗样，实则一肚子坏水，因为我拒绝了他的示好，他就在班里到处传我的闲话，我被全班孤立，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当初被我这个连校服都买不起的贫困生拒绝，王毅恼羞成怒，一直记恨到现在。什么嘛，我以为他真有钱了，连份子钱都不出，到头来还是在装，恶心。董雪嗤笑着，把椅子从我旁边挪远了。我无视了他们的冷嘲热讽，开玩笑，我现在的出场费可是以秒来计价的，能来已经给了他们天大的面子。再说我的礼物还没上来呢，那可是我为这对新人
特别准备的惊喜啊！董雪别这么说，苏同学家庭条件不好，我们应该跟上学时一样，多关照关照她。今天的新娘柳巧巧挽着新郎虔诚的手，巧笑嫣然，亭亭袅袅地朝我们走来。她打扮得特别漂亮，又穿着大裙摆的婚纱，看起来光彩照人的像西方王国里的公主。父母有钱又宠爱，她也确实被养出了公主脾气，骄纵如她，事事都要最好的。男朋友必须是班级里最帅气、最耀眼的男生，成绩不行就抄，就贿赂老师，提前拿到试卷。反正他做什么都要最好，干什么都得第一。我和他的仇就是这样结下的。需要奖学金上学的贫困生和为了第一名不择手段的大小姐，时间久了，他自然怀恨在心，事事针对于我。只因为我高中暗恋虔诚，柳巧巧就抛弃当时的男友，转而和他在一起。但他们能到结婚的地步，也是我没有想到的。虔诚长得好，但不是全班最好的那个，成绩也只排在班级中游。我会喜欢上他，是因为在全班孤立我的状态下，虔诚是少数还愿意和我说话的人。他对我的一点点好都被我无限放大回报。因为他的一句话，我可以熬夜整理考试资料，做笔记给他，即使他从来没翻过，帮他写作业，替他画重点，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他随口对我说的一句话，我都能脸红心跳，小心翼翼地记好久，直到我想和他表白的那天。我的情书被他传给所有人翻阅，然后撕碎，被柳巧巧踩在脚下。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他早就和柳巧巧在一起了，之所以吊着我，是柳巧巧想看我的笑话，还说他根本就不喜欢我，拿我当小丑看。每次和我说话都要做好久的心理建设。我被他羞辱，无地自容的模样，让柳巧巧笑得痛快不已。回到现在，对于虔诚我什么感情都没了，没有爱，没有恨，他对我来说就是陌生人。如果不是这场婚礼，我可能就忘了还有他这么个人。唯独柳巧巧，唯独对他，我至今仍有恨意。哎呀，这翡翠是真的，这得多少钱啊？云瑶，你该不会被人包养了吧？不要这么糟践自己，实在不行，你来我爸公司洗厕所吧。虽然工资低了点，但好歹是自食其力，比你被老男人养好。柳巧巧短短几句话，我在这些同学的眼里，就从没钱装大款的虚荣女，变成了为了钱被老男人包养的拜金女。他们看我的眼神更鄙夷，更让我不舒服了。所有人听完柳巧巧的话，都在对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她高中好歹是个优等生，居然自甘堕落到被老男人包养。我高中竟然是和这种人一个班级，真丢人。大家别这样说她，万一云瑶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柳巧巧听见这些关于我的讨论，明明表情开心极了，却还假惺惺地为我辩解。翡翠是我自己买的，毕业这么多年，买条串珠的钱还是有的。我语气淡淡，没有被这群人和柳巧巧的话激怒。哎呦，那你工资得多高啊？你这翡翠市场价，没有大10万是拿不下的。请问是哪家公司这么挣钱？毕业3年名牌衣服，翡翠手串随便买，听得我都想去了。董雪的话说的阴阳怪气，她觉得我就是被老男人包养，只是碍于面子，嘴硬说是自己挣的。就是，现在经济不景气，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有这么好的公司，你就分享一下，说不定我们中的谁还能和你当同事呢。王毅看热闹，不嫌事大，在一旁起哄。满桌的同学都纷纷附和起他的话，他们都想看我撒谎。
然后骑虎难下的模样，这样他们回家就有了谈资，喝酒时可以把我的事当成一盘下酒的菜，大家给我个面子，别提这事了，不要一直戳云瑶的伤口。我相信他一定是迫不得已才会这样的。柳巧巧又说话了，看来他今天是非要往我头上扣被人包养的帽子。我自己开的小作坊，做游戏的，这2年赶上风口，收益还成。我喝了口茶，润润喉。他们的表情明显不相信。有人开口想说什么，却被突然过来的服务员打断。请问地面停车场的那辆红色法拉利是哪位的？进来时保安忘记登记了，真的非常抱歉。服务员对我们连连道歉。云端大酒店有个规定，500万以上的豪车都要登记，然后停在地下的专属停车场里。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豪车车主，更是为了普通客人着想。毕竟没人想停车时不小心刮碰到这些豪车，从而背上一屁股债。所有人目光都看向了柳巧巧，在他们心里，这么贵的车肯定是他家的。钱程看柳巧巧的眼神更温柔了，里面的爱意满到简直要溢出来。他满脸兴奋：老婆，这是岳父给你的结婚礼物吗？这么大的惊喜，你怎么不告诉我？柳巧巧嘴角笑意僵了僵，满脸尴尬地说：不是他家的车。听见柳巧巧说车不是他的，钱程眼里闪过一丝失望，温柔依旧：不是柳巧巧家的车，那是谁的？哪个同学现在这么发达，法拉利都开上了？大家都在窃窃私语，猜测这辆豪车的归属，忘了买新车了。我有点懊恼，平常我开过来的车都是在200-300万左右，因此今天忘记自己开的是新买的法拉利，习惯性停在之前的车位了。我从包里摸出车钥匙，递给了服务员：帮我开下去吧。不好意思，忘了换新车，停在之前经常停的位置上了。这张酒桌，一瞬间鸦雀无声。服务员接过我的车钥匙，离开了。这些老同学的脸色都相当精彩，一个个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仿佛见了鬼一样。云瑶，你哪里租来的法拉利？多少钱一天？柳巧巧挽着钱程的手紧了紧，她脸上的笑容有点维持不住，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钱程被柳巧巧捏疼了，表情有一瞬间的不自然。是啊，云瑶，租这样一辆法拉利要不少钱，你何必破费装面子呢？他帮腔柳巧巧道。他这样一说，其他人的脸色渐渐缓和下来。董雪厌恶又轻蔑地看着我，差点被他唬住了。不愧是能找老头包养的，被拆穿了一点羞耻心也没有。我没解释，毕竟真相如何，一会就能揭晓。柳巧巧和钱程很快离开这桌，去别桌敬酒了。他们走后不久，服务员开始上菜，一道道的山珍海味流水似的端上来。不说菜，光是配的酒，整场婚宴就要花费小几十万，再加上场地布置、新娘首饰、婚纱，这场婚宴没个几百万绝对下不来，让人见了不禁感叹柳家好大的手笔。但知道柳家真实情况的我明白，这不过是在虚张声势。不愧是我们市最大的房地产老板嫁女儿，这排场就是气派。王毅一边摇晃着杯中的红酒，一边感慨：就是这场面可不是某人穿个衣服租个车能比的。董雪拿起手机疯狂拍照发朋友圈，间隙不忘嘲讽我2句。我一直以为自己算吃过见过的，可今天托了巧巧的福，我才能开了眼界。陈雅细细地品着茶水。苏云瑶，你居然一点不惊讶？也对，
养你的老头是有钱人，这场面你肯定司空见惯了。王毅先是好奇，然后想到什么，哄笑起来。我没理他，打量着其他的酒桌。柳巧巧和虔诚的婚礼操办得格外盛大不说，光是熟面孔我就看见了好几个。柳家能请来他们，肯定是费了大劲。他们都是本市有钱有权的大人物，被安排在主桌附近。而像我们这群来蹭吃蹭喝的高中同学，则在不起眼的小角落。婚礼还未正式开始，菜不能动，但酒可以喝。我们这桌已经开了2瓶酒，一群老同学聊得热火朝天，而我沉默地坐在位置上喝茶，没人和我搭话。虽然我落了个清静，但总有人看我不爽，把话题往我这带。巧巧结了婚，我也快和男友见家长了。男友，就你上次带我见的那个潜力股。是，他也算我们市里的新贵了。最近刚拿到云天网络的投资，就是那个成立3年，资产破30亿的云天网络。你男友真厉害，现在全国最热门的游戏就是他们家研发的。陈雅满脸骄傲，又有意无意地瞄了我一眼。我可不像某些人只图当下，不顾未来。我男友又勤奋又上进，跟这种人才不浪费女人的大好青春。董雪意识到他在说我，附和着嘲讽：没错，找个老头子，现在风光有什么用？将来人走了，还能继承遗产不成？听见他们说的，我在心里偷笑，想象着陆天星万一听到这话，那张清俊的脸会作何表情，一定很精彩。我才想到陆天星，他居然刚好在这时给我发来消息：瑶瑶，你在云端这边吗？我今天应朋友的邀请，在云端5楼的婚宴上弹首曲子，等我这边结束，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董雪偷看我的消息，却只瞧见我备注的男友，她不住摇头，眼神玩味，笑容恶劣。天哪，云瑶，你吃个饭，你家老头还要查岗，这份钱也是不容易赚啊。还没等董雪接着说下去，突如其来的司仪声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柳巧巧和虔诚的婚礼正式开始了。这场婚礼一开始就很奇怪，司仪不提新人的名字，反而感谢起到场的几位来宾。他提起的名字真耳熟，不是我熟人，就是我男友的。随着这几个名字响起，我身边的惊呼声一阵压过一阵，连我们市首富都来了。我们居然有幸能和他一起吃饭，多亏了巧巧啊！王毅和徐杰兴奋不已，激动的脸色涨红，就差没跳起来。弹钢琴的那个是陆天星吧？巧巧家竟然能请来他，他好帅，弹得好好，不愧是多次在国际上获得大奖的知名钢琴家，真的太优雅了。董雪捂着心口在那发花痴，一副激动的要晕过去的模样。相比之下，陈雅就要矜持得多了，只是她不断在颤抖的手，暴露了她内心也没那么平静。长得帅，家里又世代豪门，自己还是知名钢琴家，简直像小说里的男主一样。真不知道他会爱上什么样的女生。看着他俩神魂颠倒的模样和对陆天星的赞美，我有点纳闷，那家伙原来魅力那么大吗？明明我天天和他在一起，怎么一点都没感受到？陆天星果真和发给我的消息一样，只弹了一首钢琴曲就下了台。那首曲子的旋律听得我无比耳熟，这不是他每天都要弹的练习曲吗？这家伙仗着别人不知道，居然这么敷衍。看来他这一趟不是心甘情愿来的。陆天星下台时好像看见我了，冲我这个方向露出一个笑容。我对他晃了晃酒杯，算是回应。
董雪坐在我旁边，正好是一个方向。她以为陆天星在对着她笑，顿时惊喜不已。雅雅，你看见了吗？陆天星他在对我笑，哎，他是不是看上我了？董雪拿出镜子疯狂补妆。陈雅也瞧见陆天星的笑，她以为董雪真的被陆天星看上了，神情中流露出一丝嫉妒。小雪没想到你运气这么好，陆天星居然能瞧见你，还对你笑，说不定他等下会过来问你要 VX 呢。真的吗？董雪有点飘飘然，她很快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接下来就是普通的婚礼宣誓、交换戒指。在所有仪式都完成后，柳巧巧脱下婚纱，换了一件修身的红裙来敬酒。来来来，大家敬巧巧一杯，感谢她提供机会，让我们这些老同学聚在一起叙旧，还让我们开了眼界，见了世面。王毅吆喝整桌人起身，给柳巧巧敬酒，唯独我纹丝不动。开玩笑，让我敬酒，柳巧巧她配吗？我的举动在整桌人里分外显眼，她什么意思？动都不动一下的。巧巧心善，好心请她来婚礼，她竟然这个态度，我早看她不顺眼了，这人就不配出现在这里。众人对我的举动议论纷纷，而柳巧巧却温温柔柔地对我举起了酒杯。大家都别说了，云瑶，这一杯我敬你。当年那场比赛，我不该直接把你抄袭我创意的事捅到老师那里，害你离开学校，高考不顺，落到今天被人包养的地步，这是让我很愧疚。我希望你好好考虑我的提议，去我父亲公司当保洁。我知道你不是自甘堕落的人，肯定是因为没有学历，找不到工作，迫不得已才会那样做。柳巧巧眼圈微红，表情真挚，看我的眼神还有那么一丝抱歉和怜悯。她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听柳巧巧提起曾经的事，我攥紧酒杯，表情是从未有过的冷漠。高三下学期，市里举办了一场美术比赛，最终获胜者只要高考分数达到，就可以免学费入读本省最好的美院。这对当时想上美院但没钱负担昂贵学费的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为了把握这次机会，我想尽办法压榨一切课余时间，白天课间构思，晚上疯狂赶稿。终于在比赛日期截至前完成了画作。就在我信心满满的要把画作交上去时，噩梦发生了。我呕心沥血完成的作品被柳巧巧说是抄袭她的创意，看着和我的作品有80%像，却又比我提前交稿的那张画，我崩溃了，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后来柳巧巧不仅撕碎了我的画，还把事情告诉了班主任。柳巧巧家有权有势，班主任为了讨好她，把我赶出学校，让我在家学习。她的画得奖了，但她稀烂的成绩根本进不去那所美院，实现我梦想的机会就这么被浪费了。我被班主任赶回了家，高考准考证还是他托别班同学给我带的。至此，我和他们断了联系，连学校毕业典礼都没去。他们也不知道我高考考了多少分，上了什么大学，只能从我考前遭遇变故来猜测我肯定会高考不顺，将注意力从记忆中收回。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来，这也难怪。柳巧巧是今天的主角，她的一举一动必然惹人关注。我敲了敲桌子，吸引来所有人的目光后，露出了来这后的第一个笑容。柳巧巧，你抹黑、诬陷我抄袭这么多年，但真相如何？你不是最清楚的那个吗？什么真相？真相就是你剽窃了巧巧的创意。巧巧的画比你早提交这么久，谁抄袭谁，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钱程迅速上前，将柳巧巧护在身后，对我怒目而视。就是四周的老同学们也纷纷为柳巧巧打抱不平。巧巧好心好意给他介绍工作，他不领情就算了，竟然还倒打一耙。云瑶，虽然我很可怜你，但你继续胡说八道的话，我只能让保安请你出去了。柳巧巧似乎被我的话气到了，说话声音都重了不少。我们这边动静太大，引来了一个老熟人，本是首富宋岩，热爱吃瓜。他刚想挤进来看热闹，瞧见我，立马和我打了个招呼。这不是小苏吗？柳家面子这么大，竟然连你都能请到。咦，你怎么坐在角落，也不过来和我们打个招呼？柳巧巧等人被宋岩亲热的一声小苏给惊到了。宋先生，您怎么会认识他？柳巧巧吃惊地询问。他旁边的其他人也是一脸疑惑，不明白我怎么会和首富搭上线，商业合作认识的。我认识小苏很奇怪吗？宋岩随意瞥了他一眼，接着和我说话。小苏啊，你这酒店婚宴办得确实不错，我跟你商量个事，下个月我外孙满月酒也想在你这办，可经理说现在预定已经来不及了。我笑起来，这回是真心实意的，当然没问题啊。宋叔，你要订我酒店，肯定是有位置的。宋岩对我比了个大拇指，不愧是后起之秀啊，跟你做生意就是爽快。我和宋岩的对话让其他人目瞪口呆，柳巧巧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颤抖地用手指着我。宋先生，云端大酒店是他的。柳巧巧的语气太过不可思议。宋岩奇怪地看着他，你来这酒店办婚礼，居然不知道这酒店是小苏的？你该不会连你家公司被他收购了都不知道吧？收购？柳巧巧震惊的面色惨白，呼吸急促，看起来好像下一秒就会晕过去。他身边的钱程更是脸色大变，眼中阴晴不定。是啊，我笑得痛快又肆意，对柳巧巧展示了秘书刚发过来的股份转让合同。不可能，那明明是我家的公司啊！柳巧巧接受不了现实，连连后退。我特意放大了他父亲的签名，在他面前晃了晃。你家公司？看清楚，柳巧巧，现在这是我的公司了。你父母婚礼一完，就立刻去签合同了，不然你以为他们为什么到现在都没出现？这刺激太大。柳巧巧居然两眼一白，晕了过去，场面顿时一片混乱。宋岩惊愕地看着我，小苏，你们这是私人恩怨？我淡定地回答他，云端的急救措施准备得相当周全，因此柳巧巧没一会儿就被赶来的服务员救醒了。柳巧巧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就哭喊着找我。苏云瑶，我哪里得罪你了？你要用这么肮脏的手段算计我家公司？董雪和陈雅一左一右扶着他，看我的眼神复杂极了。大家好歹同学一场，有必要做这么绝吗？苏云瑶，就是当年那场比赛的事，明明是你不对，你居然还要报复巧巧。宋岩和我其他几个熟人本来在一边看热闹，听见这话，他忍不住插嘴道：小苏哪用得着算计？你家公司是被你爸爸赌没的，说起来你还要感谢他呢。要不是小苏愿意买你爸股份，你哪里来的钱办婚礼？我叹了口气，怜悯地拍了拍柳巧巧的肩膀，别跟我客气啊，巧巧，同学一场，我伸出援手是应该的，你就当这是我给你的份子钱吧。柳巧巧恶狠狠地打掉我的手，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苏云瑶，你这个婊子，要不是被人包养了，你个父母捡垃圾的下贱玩意能有今天？
柳巧巧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啪，她白皙的脸瞬间出现一个鲜红的掌印。我厌恶地甩了甩手上沾到的粉底。柳巧巧不可置信地捂住脸，面色狰狞：“你竟敢打我！”说着，她就向我扑来，一副要打死我的架势。但她的手还没碰到，我就被人抓住了。陆天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拽着柳巧巧的胳膊，冷冷地瞪着她：“柳小姐，我不打女人，可你再敢对我女朋友出手，我就不会这么客气了。”钱程早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独留柳巧巧一个人在这。女朋友？苏云瑶是你女朋友？董雪尖叫起来，神色震撼地指着我。我的那些老同学，一个个表情跟吃了苍蝇一样。他们没想到，一直被他们编排、被老男人包养的我，男友竟然是陆天星。不是，凭什么啊？他配不上你啊！董雪不能接受我成了陆天星的女友，大喊我不配。要说配不上，也是我配不上他才对。提到我，陆天星的脸一下子就柔和下来。云瑶她非常优秀，靠自己年纪轻轻就创立了云天集团，而我只是一个靠着家族资源才略有薄名的钢琴家。我看着陆天星，忽然感觉这场闹剧已经没了意思。走吧，去你想带我吃的餐厅。我走过去，牵起陆天星的手，刚要离开大厅，忽然又想起什么，回头看着瘫软在地的柳巧巧：“柳小姐，关于你当年污蔑我抄袭的事，我已经找了律师，帮你代笔的美院学生我也找到了，我们法院见哦。”我的证据找得很充足，在坐牢的威胁下，柳巧巧只能登报向我道歉。经过这一遭，柳家的名声算是彻底没了。虽然我购买股份时给了柳父一笔够他全家花3代的巨款，但赌徒怎么能戒赌呢？钱很快被他花得七七八八。钱程带着柳家剩下的钱跑路时，我接手的柳家产业市值翻了几倍。听说柳巧巧找工作到处碰壁后，我大度的让她去了柳家原来的工厂里拧螺丝，跨越了过去的阴霾。我朝着阳光下的陆天星走去。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